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今天我請你搬一塊重達2.5噸的石頭，不用吊車，沒有卡車，沒有鋼索，甚至沒有任何現代機械，你覺得需要多少人？那如果不是1塊，而是230萬塊呢？4500年前，古埃及人竟然完成了這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們蓋起了一座高達140多公尺的巨大建築，直到3000多年後，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人造建築。這就是今天仍矗立在吉薩高原上的胡夫金字塔。也因為它實在太不可思議，幾百年來，人們不斷提出各種猜測。有人相信這是外星人留下的傑作，有人認為一定存在某種早已失傳的超級文明，甚至還有人相信金字塔裡藏着神秘能量，能夠影響磁場，改变人體。但如果我告訴你，真正讓科学家興奮的不是新的金字塔，而是一份4500年前留下來的工作日記。事情要從幾年前說起。一位研究古埃及的考古學者在整理紅海附近遺址時，發現了一批保存驚人的古老紙草文書。起初，大家以為只是普通行政文件，直到其中一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因為它竟然是一位工頭每天親手寫下的工作記錄，裡面沒有神話，沒有法老秘密，更沒有外星人，記錄的只是每天搬石頭、划船、運送材料的工作內容。考古學家替這份文件命名為梅勒日記，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作日誌之一。日記主人叫梅勒，他負責帶領一支專門替法老工作的工程隊，每天記錄今天搬了多少石頭，去了哪些地方，用了多久時間，就像今天的工程监工每天填寫施工日報一樣。最令人震驚的是，日記裡反復出現一個名字——图拉，那裡正是古埃及最有名的石灰岩採石場，而胡夫金字塔外層那些雪白光亮的石材，就是從這裡開採。可是，新的問題又來了。圖拉距離吉薩並不近，每一塊石頭重達2-3噸，有些甚至更重。4500年前，沒有火車，沒有貨車，沒有大型起重機，到底怎麼搬？就在所有人還在猜測時，梅勒的日記給出了答案。上面寫着，工程隊每天把石材裝上木船，沿着尼羅河一路航行，再透過人工開凿的運河，直接送到金字塔工地附近。看到這裡，很多考古學家幾乎同時愣住了。原來，真正厲害的不是搬石頭，而是古埃及人竟然先改變了河流。可是，新的疑問又出現了：如果真的有運河，4000多年過去了，它去了哪裡？難道整條河流會憑空消失嗎？就在大家不斷尋找答案時，最新的考古調查又有了驚人的發現。考古團隊開始重新研究吉薩高原附近的地形，他們利用衛星影像、地質探測以及地下沉積物分析，結果真的發現了一條早已干涸的古河道。這條河在4000多年前曾經緊鄰金字塔工地，也就是說，梅勒日記記載的內容並不是神話，而是真正發生過的工程記錄。研究人員推測，古埃及人先利用人工開採的運河，把尼羅河的河水引到工地附近，大型木船順流而下，把一塊又一塊石灰岩運送過來。
等船靠岸後，再利用木質雪橇，配合大量工人，慢慢把石塊拖往施工地點。你可能会問，沒有輪子，真的拖得動嗎？答案是可以。考古學家曾經做過實驗，他們發現，如果在沙地前方灑水，沙子的摩擦力會明顯下降。原本需要上百人才能拉動的巨石，所需人數幾乎減少一半。而古埃及墓室壁畫中，也真的畫着工人一邊拉雪橇，另一人一邊往沙地倒水的畫面。原來，這不是宗教儀式，而是一項非常實用的工程技術。很多人一直以為，金字塔是靠數十萬奴隸日夜不停建造，但近幾十年的考古成果，卻讓大家重新認識這段歷史。考古學家在金字塔附近發現了工人聚落，裡面有宿舍、麵包工坊、釀酒設施，甚至還有醫療遺跡，表示這些人並不是毫無價值的奴隸，而是受到國家組織管理的專業工匠與勞工。有人負責開採石材，有人負責航運，有人負責搬運，有人負責測量，還有人負責食物與醫療。整座金字塔更像是一項龐大的國家工程，需要成千上萬的人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。最令人佩服的是，4500年前，他們没有電腦，沒有雷射，沒有衛星定位，卻能把金字塔4個面幾乎完全對準東西南北，誤差小到令人驚訝。直到今天，工程師仍然研究着古埃及人究竟如何完成如此精準的測量。或許，真正讓人震撼的，從來不是那些神秘傳說，而是古人的智慧。當然，金字塔仍然還有許多未解之謎。近年，科學家利用宇宙射線掃描，竟然又在金字塔內部發現了一個巨大未知空間。它不是任何已知通道，也不是已知墓室。直到今天，沒有人知道裡面究竟藏着什麼。有人猜測，只是減輕建築重量的空腔；也有人認為，或許還有尚未發現的房間，甚至保存着更多古埃及的秘密。因此，關於金字塔，並沒有因為梅勒日記而完全畫下句點。它只是讓我們終於知道，這座世界奇蹟並不是外星人留下的禮物，而是人類靠着智慧、組織能力與驚人的工程技術，一步一步完成的奇蹟。4500年前，有人在烈日下搬運石塊，有人划着木船穿越尼羅河，有人拿着蘆葦筆，默默記錄今天完成了多少工作。他們大概不會想到，幾千年後，全世界的人仍然站在金字塔前，驚嘆着他們留下的一切。也許，真正值得我們敬佩的，不是那些神秘傳說，而是當人類願意合作，願意累積知識，願意相信自己時，就能創造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蹟。那麼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站在吉薩金字塔前，你最想知道的是什麼？是法老真正的墓室，還是那個至今仍未打開的神秘空間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歡這類透過故事重新認識世界歷史與文明的內容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。我們下次再一起探索更多歷史背後真正令人驚嘆的真相。